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意大利好玩的地方太多了，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能代表文艺复兴和意大利生活的托斯卡纳。从文青圣地佛罗伦萨，到耳熟能详的比萨斜塔，再到世外桃源的田园风光，还有经典的红酒美食，甚至海滨沙滩，托斯卡纳花样很多，肯定不会让你失望。托斯卡纳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区，首府佛罗伦萨在意大利历史和文化的地位举足轻重。文艺复兴本身就带着托斯卡纳的血统，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用的都是托斯卡纳方言，后来直接成为意大利普通话。今天的意大利语基本上就是佛罗伦萨话。托斯卡纳的首府佛罗伦萨，文青圣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先不多说，咱们会留到单独一集来讲。今天我们重点看看托斯卡纳其他的历史古城、小镇、乡村风光，还有吃喝玩乐。先说说托斯卡纳必打卡的几个城镇吧。比萨这个地方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因为有个传说中伽利略扔铁球做实验的斜塔和比萨饼没啥关系。比萨斜塔在奇迹广场，比萨的核心区。其实这里的那个比萨大教堂才是广场重点，那个斜塔只是大教堂的钟楼。不过就是因为这个豆腐渣工程，搞得钟楼现在比教堂有名多了。其实这个斜塔的倾角只有4度，但是看上去确实很歪，基本所有游客都会在这里摆各种奇怪的托塔扶塔的姿势打卡拍照。斜塔是可以从里面爬300级楼梯上去看风景的，就是记得名额有限，要提前网上买票。旁边的比萨大教堂900年的历史，是个典型的罗曼式建筑，白色的大理石外墙，可以进去看一下。大家都说教堂其实比斜塔有看得多了。教堂对面还有个单独的大圆筒的建筑，是圣若望洗礼堂，意大利最大的洗礼堂。里面有个洗礼的池子，站在里面说话或者唱歌，会有很奇妙的回声。大家仔细看的话，这个洗礼堂其实也是斜的，不过个子矮，而且倾斜度只有1度，所以不是很明显。如果是从佛罗伦萨出发玩比萨，还可以顺路看一下卢卡，一个很有味道的小城，有一圈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墙，保存得很好。城墙上面和下面都有步道，您可以慢慢逛，也可以租辆自行车绕城墙骑一圈，体验不错的。这里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大作曲家普契尼的故乡。从佛罗伦萨往南1个小时左右，有个小城叫圣吉米尼亚诺，号称中世纪的曼哈顿，因为小镇里保存了10几座中世纪高塔。这些塔原来都是瞭望塔，最多的时候有70多座。但为啥一个小村子要建这么多瞭望塔呢？因为当时这些塔其实是当年地主们炫富用的，谁家有钱谁就盖高塔，盖得越高越有面子。现在这些石塔成了打卡拍照的好背景。最高的那座塔是大塔，54米高，可以上去看看整个小镇，还有周边的托斯卡纳绵延起伏的田园风光。这里还有一间号称世界冠军冰淇淋的冰淇淋店，很多名人光顾过，就在大广场边上，经常排长队，但很值得。进城要停在城墙外的停车场，古城里基本全是步行区。从圣吉米尼亚诺往南再开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托斯卡纳第2大城西耶纳。如果在托斯卡纳，您除了佛罗伦萨之外只能看一个城市，那就是西耶纳了。西耶纳的气质和佛罗伦萨的文青范儿完全不一样，纯纯的中世纪风。当年文艺复兴的时候，西耶纳和佛罗伦萨是死对头，一直争老大来着。和佛罗伦萨比起来，西耶纳更内敛、古朴一些。市中心的田野广场是全城的心脏，扇形的广场，地上铺着红砖，分成9块，象征当年的9人执政团。田野广场上有个曼贾塔，是个很高的钟楼，可以爬上去俯瞰整个西耶纳还有周边的托斯卡纳风景。西耶纳大教堂也很值得一看，外墙黑白条的大理石装饰，打眼一看和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有点像，就是没有那个穹顶。这座教堂也是意大利最华丽的哥特式教堂之一。教堂里面也很精美，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每年夏天在田野广场会搞一个著名的赛马节，广场上会临时铺上厚厚的黄沙，变成赛马场。然后西耶纳各个区派骑手出赛，
绕着不大的广场跑3圈，大家就站在广场上加油呐喊，场面非常火爆。从锡耶纳再往南走1个小时，就到了托斯卡纳最有名的奥尔恰山谷。大家看到的托斯卡纳的经典明信片场景，那些绵延起伏的迷人的绿油油的丘陵田野照，都是在这一带拍的。电影《决斗士》《英国病人》《暮光之城》等等都在这里取过景。这里的丝柏树很有名，很多的民宿和酒庄，车道两边和房子旁边都是一排排的丝柏树，有直的，有弯的，衬着背景的田园山谷、乡村小屋，确实非常漂亮。玩奥尔恰山谷最好是自驾，打卡几个网红的景点，然后就随便开车转转。这里标识了几个网红拍照点的名字和大概位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有时间，可以在这里住1-2个晚上。托斯卡纳这里有很多农家乐民宿，可以体验一下。清晨和傍晚的山谷里，没有游人的喧嚣，只有鸟语虫鸣，晨雾晚霞，是真正能品味托斯卡纳醉人风景的时候。玩奥尔恰山谷，可以从锡耶纳过来1日游，也可以考虑住在皮恩扎、蒙特普尔恰诺或者蒙塔尔奇诺这几个小村子。皮恩扎在奥尔恰山谷中央，本来是个很普通的小村子。15世纪的时候，出了个教皇庇护2世，把村子改造升级成了号称文艺复兴样板城的经典小镇，非常适合文青们在这里走走逛逛。皮恩扎大教堂外面看很低调，里面很有文艺复兴的氛围。教堂旁边是以教皇原来的名字命名的皮克罗米尼宫，当年教皇住的地方，文艺复兴风的经典豪宅，可以瞻仰一下。教堂和皮克罗米尼宫的后面就是整个奥尔恰山谷的美景，可以好好逛逛看看。蒙特普尔恰诺在皮恩扎东边，和皮恩扎一样，小镇也是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风景自然也不错。不过这里更出名的是红酒和酒庄。托斯卡纳地区的红酒绝对是一大亮点，基本都是以这里的各种桑娇维塞葡萄酿的。经典款包括亲民的基安蒂、顶级体验的蒙塔尔奇诺的布鲁奈罗，还有就是蒙特普尔恰诺的贵族红酒，优雅端庄，口感柔和，彰显贵族气质，装叉必备。大家可以选1-2个酒庄参观一下，再品品酒。蒙塔尔奇诺在皮恩扎西边，离得也不远，也是个山顶小城。这里风景和蒙特普尔恰诺有点同质化，也是石子路的中世纪小城，加上托斯卡纳的起伏山谷和满眼的葡萄园。如果时间比较紧，可以在这2个镇子之间选一个看看。来蒙塔尔奇诺主要是体验托斯卡纳红酒之王布鲁奈罗。我是不大懂酒，据说是酒体饱满，单宁扎实，果香浓郁。托斯卡纳还有个旅游热点项目，就是天然温泉。很多泉眼2000年前的罗马人就在泡了。这里介绍几个比较有名的。巴尼奥维尼奥尼是个经典的温泉小镇，在皮恩扎西南大概20分钟的地方。当年的贵族土豪、教皇、诗人都会来这里泡汤。据说当年文艺复兴的时候，叱咤风云的美第奇家族里最牛叉的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常来这里泡。这里到处都是天然温泉的影子，包括镇子中间16世纪的温泉池，里面50度的天然泉水和文艺复兴的城市风格完美结合。从皮恩扎往南开30分钟不到，有个白鲸鱼温泉。温泉藏在森林里，相对安静一些，白色的石灰岩的温泉瀑布，所以叫白鲸瀑布。天气冷的时候，雾气缭绕，仙气飘飘的感觉。这个温泉是免费的，不过也没啥配套设施，就是在林子里静静的泡个野澡。萨图尼亚的温泉名气更大，但是比较远。一般大家打卡发朋友圈都是这一个，而且人肯定也是最多的。这里也是天然阶梯式的温泉池，免费开放，乳白色的硫磺水，全年37度。旺季的时候要早晨或者傍晚去，更清静。其实除了前面介绍的这些城镇和奥尔恰山谷，托斯卡纳还有很多魅力小镇。这些地方专门跑一趟不大值得，因为和前面介绍过的确实有些类似。不过有时间深度游的话，可以在自驾路线方便的时候顺路逛一逛。蒙特里久尼在锡耶纳北边不远，不大的个村子，但是被但丁开过光，在名作《神曲》里提到过。
小村子有一圈保存得很完整的中世纪城墙，城墙上有14座塔楼，可以爬上去走一圈，看看周围的托斯卡纳风光。小城皮蒂利亚诺和索拉诺都是建在巨大的火山岩的悬崖上的小城，远远望去像是悬在空中的石头城。这两个地方都很小众，人少安静，适合有钱有闲在托斯卡纳逛2个星期的那种玩法。下面说说攻略吧。玩托斯卡纳，尤其是奥尔恰山谷，最好是春天4、5月份的时候来，能看到绿油油、绵延起伏的经典田园风光。到夏天就开始黄了，到秋天就彻底黄褐色了，完全没法看了。行程嘛，至少2、3天吧，多了不限。比如奥尔恰山谷，可以从锡耶纳过来1日游，也可以住个几天，慢慢品味。小城们也是2、3个小时可以解决一个，也可以慢慢逛1天。交通的话，一般大家都是先到佛罗伦萨或者罗马，然后自驾。如果只玩大一点的城镇，比如锡耶纳、比萨、卢卡，公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深度游，玩奥尔恰山谷田园风光就不太方便，要订1日游的团。美食嘛，托斯卡纳有大名鼎鼎的佛罗伦萨牛排，各种羊奶酪、熏肉，当然还有葡萄酒。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点一杯当地的基安蒂经典或者布鲁奈罗红酒配牛排，基本不会踩雷。住宿方面，大一点的城镇里酒店民宿选择不少的，或者可以考虑村里的农家乐的民宿，住宿加餐饮，体验非常地道，还能看到晨雾飘荡和柔美夕阳。好了，托斯卡纳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锡耶纳和比萨的历史，奥尔恰山谷的田园诗意，还有中世纪小城的古朴文艺，加上美食美酒，完美的旅游体验。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转发。